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来讲讲轰动北美的华裔5亿天价保释金案。这起案件比之小渊讲的韩国大叔舔狗女下属的案件更狗血。一个身价过亿的华裔白富美，居然看上了有犯罪前科而且还失业的非裔穷小伙。婚后两人生下一对女儿，幸福地住在千万豪宅中。按理说，这是个偶像剧中才能出现的逆袭。可现实又多加了一笔，这个穷小伙把自己一位好友介绍给妻子后，妻子不但把他从豪宅赶了出来，还和自己的好友一起住在豪宅中。更惨的是，非裔小伙居然被枪杀赤裸弃尸野外，而所有的嫌疑都指向他妻子。可他的妻子不但没有被判入狱，还因为7000多万美元的天价保释金登上全美热搜。凶手究竟是谁？4个当事人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本期我们就来一探究竟。故事内容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得从2016年5月21日的美国加州说起。当晚亮着红蓝警灯、鸣着警笛的数辆警车突然急速驶入旧金山富人区西斯堡，车门一拉，所有全副武装的特警和荷枪实弹的探员倾巢出动，层层把一栋豪宅包围了起来。现场更是被拉起3圈警戒线，这大场面引来大批吃瓜群众。可奇怪的是，看到这么多警察包围自家门口，这座豪宅依旧大门紧闭，即使里面的房间还亮着灯，站在装甲车的天窗上，探员手持喇叭大喊：“里面的住户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请你打开大门，配合警方调查。”可喊了好几句，还是没人出来开门。喊话的探员将话筒递给身旁的华裔特警，普通话甚至是粤语都喊了个遍，可就是没人出来开门。无奈之下，探员只能用装甲车撞开了大门，然后冲进豪宅，从里面带走了2个人，一个华裔女人和一个白人男子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居然让警方如此大阵仗，出动装甲车，还不惜破门而入？如果单从面相来看，这对男女肯定不是什么善茬。一个留着长胡子，脖子上还有纹身，2人还住着豪宅。一般人都会猜测是缉毒局在抓人，可事实却完全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。这个被警方带走的华裔女人名叫做里弗尼，男的叫做巴亚特，2人根本不是什么毒贩。FBI 之所以要请他们回去喝茶，是因为在10天前，有人在129公里外的马路上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。经过确认，尸体主人正是该女子的原配丈夫格林，他被人用枪对着脖子射杀，凶手很可能就是他的妻子里弗尼，也就是被带走的这个女人。警方大阵仗半夜抓人的消息传开后，很快就有人曝光了里弗尼和丈夫格林的相遇故事。女主里弗尼出生于北京，年幼时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，并且获得美国国籍。从到美国那一刻开始，里弗尼就走进了美国昂贵的私立学校，例如美国政客精英子女云集的圣卡塔琳娜。获得旧金山大学的金融硕士学位后，她开始接管家族的房地产生意。年纪轻轻的里弗尼名下便拥有超过1500万美元的房产，可以说是小时含着金汤匙，大时挖着金大山的富家女。而反观里弗尼的非裔丈夫格林，他则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家庭，遇到里弗尼时刚被学校开除，又因为有犯罪前科求职遇挫，既没有过硬的出身，也没有好莱坞的颜值，更没有经商的才华，还是靠吃着女友里弗尼的软饭，在一家每年学费4万多美元的烹饪学校进修。也许是看不惯周围嚣张跋扈的纨绔子弟，24岁的里弗尼与21岁的格林相遇不久后，2人便搬进旧金山富人区中生活，也就是前文中被警方破门而入的西斯尔堡豪宅。这栋豪宅主建筑面积486平方米，附带泳池和3个车库，以及还有2000多平的花园。每年抵税就相当于一个中产阶层的收入，里面的保姆、家政、园丁更是一应俱全。同居后，2人生下了2个可爱的女儿。老婆赚钱养家，丈夫勤劳持家。按理说，这是一个富家女爱上穷小子的感人故事。可穷小子怎么也没想到，
自己居然从外面带回一条丧送自己性命的狼。这条狼就是格林的好友巴亚特，一个美国白人男子。那次是为了庆祝女儿生日，格林邀请了很多好友到家中做客，其中就包括巴亚特。饭桌上，格林向妻子介绍了巴亚特，从此两人便逐渐熟悉了起来。后来巴亚特更是3天2头就往自己家中跑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向格林拜师。哥，你是怎么把这么优秀的媳妇儿拐回家的？教教我呗，我也想吃软饭。当然这只是小袁开的玩笑，但事实就是真的这么狗血。在两人认识没多久后，格林就被巴亚特挖了墙角。2015年，里弗尼向格林提出分手的要求，可格林不同意，结果被一气之下的妻子从豪宅中赶了出来，连银行账户和话费都被停了，一夜间回到了解放前。而昔日好友也趁机搬进豪宅，与他妻子共消寂寞。虽然吃了几年软饭，但面对被挖墙角和戴绿帽这件事，格林还是不能忍的，于是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，并且还闹上了法庭。案发前夕，他和里弗尼相约就抚养权的归属面对面商议，可这一去，格林就再也没回来，直到后来手机和尸体被路人发现。调查过程中，警方将嫌疑集中在里弗尼以及他的保镖奥利维尔和男友巴亚特身上，并且认为开枪杀人的凶手就是里弗尼，因为在他当天与死者相近的奔驰车中，探员发现了死者的血迹和火药残留物。但里弗尼的辩护律师则认为，检方的指控完全站不住脚。在车上发现死者的血迹，就说我当事人是凶手，我看你是还没睡醒。如果我把街道上某个人的血液滴在你的车中，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是凶手？对此，警方又亮出一项证据，我们追踪到当晚死者和里弗尼的手机都曾连接豪宅的宽带，而且前后几乎是同一时间。这说明里弗尼在撒谎，根本不是他说的自己和死者交谈后先行回到家中。对此，检方还是故技重施，手机是手机，人是人，手机出现在豪宅不等同于我当事人杀了人。这时检方甩出了证人，也就是里弗尼的保镖。根据保镖的说法，2016年4月28日晚，也就是我们前文说的格林最后一次活着的时间，里弗尼和她男友巴亚特一起开车来到保镖家中。巴亚特向他展示了腰里的手枪，还递给他一双手套，说了一句我需要你把垃圾处理了，还塞给自己3.5万美元封口费。保镖回忆说，他一打开里弗尼轿车后备箱时，就看到格林尸体，嘴巴和耳朵上正流着血，自己在整件事中只是个小跟班，帮老板处理了尸体。根据媒体的说法，保镖之所以会交代这些事情，很可能是和检方达成交易，如果说出真相指控里弗尼，那检方就不能追究其埋尸的责任，最多关几天就得放其回家。可案发后，里弗尼一直不认罪，他的律师更是把所有的嫌疑都推到男友巴亚特身上，说死者是死于一起愚蠢的绑架谋杀，跟我当事人李女士没有任何关系。但即使如此，根据美国的法律，由于里弗尼的确存在作案嫌疑，所以案发后他就一直被关在狱中。为了获得保释，里弗尼不惜花费近千万美元，聘请了豪华律师团，为他的保释尝试各种方法。而他的母亲更是来到美国，亲自为女儿的保释奔波，所以便有了天价保释金一幕。根据美国的法律，在嫌疑人出庭受审前，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释金，保证一定准时前往法庭受审，那就可以获释回到家中，除非是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的嫌疑人。凭借这条规定，律师团向加州法院发出申请，可法院却表示，你这案子虽然不是什么重大社会案件，但由于你们家比较富裕，要想保释得交3500万美元，而且还是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。法院之所以把保释金定得这么高，主要原因是不希望嫌疑人里弗尼在受审前离开监狱。听到这个数字后，里弗尼的律师就对法官求情，我说哥们儿，虽然我当事人的确也很有钱，但要一时以货币形式拿出3500万美元实在是有点多，能不能用我家的一些房产作为抵押？法官就回答说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如果要用货币之外的财产抵押，那保释金就得翻倍，也就是6600万，折合人民币4个多亿。法官本以为李家会就此放弃，不料隔天他妈就把家中亲朋好友的20多张房产证放到桌上，前前后后价值7000多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4.8亿。终于，
在案发将近1年后的2017年4月4日，里弗尼获得保释，从监狱中走了出来。同时，法院也同意将审判推迟到2019年。面对里弗尼斥资千万聘请的豪华律师团，检方压力不是一般的小，因为他们发现格林时，他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，全身上下的衣物只有袜子，手里掌握的都是间接证据，包括嫌疑人车辆的血迹和开枪痕迹，以及死者的手机位置信息。在3年的时间里，检方是一直找不到凶器，也找不到目击者，而美国法律的2个关键点，更是给了里弗尼律师独特的辩护优势。其一是美国法律的疑罪从无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某人是凶手，那检方就不能判他罪名成立。说白了，就是宁可放过3000，也不能错判一个。最著名的莫过于1994年辛普森杀妻案。就里弗尼这起案件来说，凶手最可能的3个人，无非就是里弗尼她男友以及她保镖。由于警方掌握的证据全都是间接证据，所以没办法直接定里弗尼和她男友的罪。即使这2人嫌疑和动机都很大，而且从讲究证据的法律来说，我们又不能排除凶手是保镖，即使保镖是凶手的概率只有1%或更小。顺着疑罪从无这点，第2个就是间接证据的效力问题。要想通过间接证据认定有罪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间接证据的证明体系必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，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。而里弗尼这起案件中，警方掌握的间接证据得出的结论根本不具唯一性，凶手组合有很多种。在案发3年后的2019年11月15日，美国加州高等法院12名陪审团成员中，6人认为里弗尼无罪，6人认为有罪。最终里弗尼被裁定无罪。这个结果出来后也是引起了热议，一个是亿万富翁家庭的嫌疑人，一个是家徒四壁的受害人，一边是花费千万打造的豪华律师团，一边是拿着政府死工资的普通公诉人。现实永远就是这么讽刺。回顾死者格林的一生，傍上千金小姐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幸运，把自己朋友介绍给妻子是他最大的不幸。那晚朝他喉咙扣动扳机的人，到底是喜新厌旧的里弗尼，还是想要趁机上位的巴亚特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如今已经没有太多意义，因为子弹已经从枪膛飞出。我是小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